播出里面的片段可能有一些不包含我们有拍到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秘密就留在我们2个人心里面，彼此知道就，所以他没有要讲的意思。欢迎收听娱乐扭蛋机。Hello， 大家好，我是宋伟恩。Hello， 大家好，我是张翰元。Yeah. 欢迎2位宝宝。耶！今天欢迎你们2个来，是因为时间过好快哦。那一天播完已经快要2年的时间嘞。你们有惊觉这件事情时间过很快吗？有我可以先讲，因为我那天去报名英文补习班，然后我就写东吴大学会计系，然后柜台就问我说：“你几年级呀？”然后我说：“我没有毕业了。”没有，你几年级呀？然后我就指着那个，他就是不相信我还没有毕业，我就指着年次，然后我就开始感慨，其实我已经，你这是炫耀的故事，是不是？对啊，牛屁耶，讲的是这样子。可是我觉得不得不说，真的就是翰元，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1-2年来突然又变年轻哎，返老还童的感觉。我也觉得你有变帅哎，因为你前2天出席那个必胜客的那个品牌大使活动，我说不得了哎，你怎么感觉整个人又变得更？我那天记者在访问的时候，其实我也有讲，我觉得尤其是感受最强烈的是从那一天上之后到现在，我觉得我自己转变蛮大的，就是我自己蛮清楚的知道我变了，就我不是像可能以前那么懵懂啊无知的那个小朋友，就是现在登大人的感觉吗？真的正在登的感觉，就是还没有很成熟的感觉，可是感觉已经不是那么稚气。这样自己也有感觉，因为算是我们算是从一开始前期在宣传，然后到戏在热播，到结束之后，算是我们都还是有一起在工作当中，所以观众朋友相信应该是对这样的组合是还算是熟悉的。可是我个人很好奇一件事情，到底在拍那一天，不管是拍摄、宣传到现在好了，有没有什么是关于那一天，可是你们没有跟大家分享过的小秘密，或者是一些事情这样？因为可能有些时候事情是当下不太方便跟大家讲。你说，比如说就是拍了什么，然后没有剪进去，对啊，或者是什么其实怎么样，2个人之间怎么样，干嘛，应该剪的都有剪啊。对啊，那翰元要不要先跟大家分享？翰元，你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激烈的，应该还是现在会很常被拿出来讨论吧？那一天，因为我跟我家人在看 YouTube， 就跳出我们那一天的片段，就是我跟伟成的，然后我就觉得哇，那时候的我们真的把那个角色啊，我们真的很投入，尤其是我们激烈的片段，我自己看就觉得哇，那时候的好怀念，那时候我们为了一个角色全心投入在里面。你们现在看会害羞吗？因为当时是在那个角色当中嘛，那因为现在随着快要2年过去了，可以用一个比较冷静的角度去看那个角色。对啊，而且因为2年前那时候我还没有成年嘛，我现在成年的时候，我现在可以看。现在成年是今天就准备改8。对呀，那直接揍你，直接揍你有没有？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个，就是我发现大家都觉得我好像很沉稳啊，还是好像很不紧张，但其实我每次到拍摄现场前呢，我都会躲去厕所啊，干嘛？因为其实我超紧张。你在想什么？就是我要放松一下，用你那个表情有没有把它拍到啦？拍他，有那种手。你刚才翻白眼，我来给你握个手，没有？喂，他说什么？所以你就是你进去都会，哎呦，去厕所。可是你去厕所在干嘛？是上厕所？我就是因为表演老师说过，你紧张的时候就要深呼吸。我就真的就是在厕所深呼吸，然后把呼吸调整好之后，我才到现场，然后装的好像我没有很紧张。可是这个有帮助到你吗？这个有真的有帮助到你？当下是有，但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好像有点蠢，但我好像这都是一个演员的过程。所以不是真的因为什么肚子痛或干嘛，然后去厕所，不是。因为像露露的话，他是真的会紧张到肚子痛，然后他去上厕所。那有一些艺人也是要表演的时候，他就很容易想要上厕所去这样子。我是不会到上厕所，但我真的就是没有像大家想象中的这么的稳重跟不会紧张。那你在厕所是会进行哪些仪式？我觉得就是3跪9叩，就是例如说写个什么东西，然后吃掉。我会这样子啊，我会用吸引力法则，我就深呼吸，然后深呼吸完之后呢，我会到镜子前面，我就一直看着我自己，告诉我可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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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然后就有让自己帮助到进去里面这样子。好啦，这算是蛮不一样的，而且你会选在一个那么臭的地方深呼吸，我也是蛮佩服你的。没办法，旁边人在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碰。我觉得我还蛮认同这件事情的，因为其实对我来说，像厕所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私密、很有安全感的空间。在巡演舞台剧的过程中，就
找到一个可以让心灵平静就不会那么紧张的方法。什么可以叫我跟汉元吗？其实跟汉元蛮像的就是去找一个很私密的空间，不要任何的干扰，我连我经纪人都不见。刚好巡演，我觉得场地蛮多都还不错的，有的有那种淋浴间，独立一间的淋浴间，就画面，我就关在里面，真的关在里面听那个经文，很妙吧？你在那边播经文是不是？我就在淋浴间里面播经文，然后在里面打坐。真假的？演出之前，我觉得会，我觉得演员到后面的阶段会这样子，因为你要有一个空间让自己静下来这样子，不一定是进入那个角色，反而是求得一个心灵的安稳跟平静之后，你才可以很全然的把感官打开，待在那个舞台上。那这个仪式大概要多久时间？不一定，我有几次大概半个小时，然后有几次是比如说做了10分钟，然后午间就是剧场里面最大的那个角色突然要来找我要去试什么道具什么的，然后他一开门就先关起来，我说姐可以进来没关系。有些亲密戏在播出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的想关注，但后来发现是播出里面的片段可能有一些不包含我们有拍到的东西，就是等于就是说，可能有些有拍到的动作，但其实后来是没有被剪进去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秘密就留在我们2个人心里面，彼此知道就，所以他没有要讲的意思。所以你意思是说，可能我们看到的部分还有更激烈？有，但是因为激烈担当是汉元哥跟那个没有，你们应该是历届最高峰嘞，你们应该是历届最高峰。我觉得我们那时候是真的蛮投入在那个戏里面的，因为我印象中我们有一次在那个，我突然想到有一次我们在那个彩虹桥上面的时候，然后那个连我都看到，我跟伟成说，我们是如果等一下拉舌怎么办？我们是在讨论这个话题，那时候，所以代表说我们那时候在亲的时候是完全投入的，所以真的拉，我印象中我有，但他没有，我印象是这样。那时候就是反正已经进入到那个角色里面这样子。那伟恩到底你们有多那个啊？因为我觉得我们被设定为比较唯美的表现，然后在那个表演的当下，有时候就会身体跟身体之间的关系就会很顺其自然的可能吸在一起啊。然后我指的是，就像表演课里面会上到的，来手跟脸碰在一起，好，肚脐跟嘴巴碰在一起，这之类的这样，然后在那个当下，可能就会不小心一些器官会彼此排列组合的碰在一起，这样，但不是说所有的排列组合都会被剪辑进去。所以你那时候看到播出没有的时候，你是有觉得说，那为什么？我觉得那个应该就是觉得好像是应该要修掉吗？还是没有，因为我觉得那个当下我们2个都非常投入，反而没有被剪进去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一点小可惜。可是也理解为什么会被修掉，原因是因为可能那个调性跟当下需要的不太一样，就觉得我已经做给你有9分嘞，你怎么只拿出7分出来？因为对，可能因为导演就真的只想要到7分刚好了，多了可能因为不能太多，对，不然可能会18禁，真的不能播。对，可是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们那时候在拍的时候，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作品都非常重视，然后说实在的，也真的非常有挑战性，所以在拍摄的当下，其实像我跟俊志都还蛮高压的，那高压的底下就会有一些争执嘛，可是这个争执好像没有跟太多人分享过，就是好像我们彼此知道，然后一直到1次、2次、3次之后，慢慢的就会找到2个人同一个频率，然后就会越来越理解说，他的点是什么，我的点是什么，这样。反而到现在啊，就是我觉得身边能够理解我的人，不管是朋友、家人，或者是工作上的伙伴，其实不多。但这些角色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黄俊志因为他真的好像包括从拍戏到后面宣传，我们有很长很长时间相处在一起，再加上后面我们又一起演了《主厨之家》，主厨之家的舞台剧排练又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再加上有21场的演出，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还蛮感恩找到一个心灵上的伙伴，就是好像你
你一个眼神，他就知道你接下来这个话题你不想讲了。我特别感受到的是上一次主厨之家见面会的时候，其实我跟俊志有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没有见面，但是你说 line 上面联系都还是有，然后彼此分享一下近况，发生什么事情都有，但是就是没有见到面。然后当下我们谈论到某一个人际关系的问题的时候，我真的只是一个眼神他就好，我懂，然后我们就结束那个话题了，就没有再讲了，因为他发现我好像没有很想讲，然后他也理解我想讲什么跟我不想讲，马上那当下那个瞬间感觉就是。天哪！我找到我一个 soul mate， 因为正常来讲，你朋友就会想要怎么了？你还好吗？怎么这样？可是没有，他是完全就是我懂，好，不讲了，不讲就不要讲了这样子。对，所以我真的还蛮庆幸，这2年里面遇到这样一个好朋友是在我的生命里面，然后希望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在面对越来越多不同的，不管是挑战啊，或是生活上面遇到的事情。这1年多啊，因为其实看着你们，其实做了很多不同的挑战，就是从很多作品当中看到你们，因为包含刚刚聊到的这个舞台剧啊，还有现在汉元今天很谢谢他，因为他今天其实在拍昂档剧，因为我知道拍昂档剧其实要剧组的时间。要配合大家，你很难是因为自己的工作怎么样？可他今天特别为了扭蛋机请假1个小时出来力挺我们这样子，对，所以我也好奇说，你们在这1年多快2年的时间，各自的挑战当中有什么你们觉得印象比较深刻，可能很困难的，或者是进步很多的？我觉得我在昂档戏上面学到最多东西是反应，因为第一个我们剧本出来的真的比较慢，然后第二个是我们没有像什么先读本啊，那些前置的作业，就是本来就要上。你最短的时间，你有印象是什么时候吗？就是早上啊，我们去书画的时候会拿到最新的本，然后你就要立刻进入那个每场戏的目的，就假设这场戏的目的就是我要跟韦恩摊牌，我就是要骂他，但是骂完他之后，我又觉得我也很难过，然后你立刻要从骂变得其实你很自卑，就是马上就要演出来，所以我觉得我去那边应该其实我昨天有算了一下，也2年了，那我学到最大的一个帮助就是反应，对啊，那我为了要练反应呢，因为其实8点档很多是生活上的戏，应该不是说8点档，我觉得很多其实戏就是生活，所以我为了要练我的反应呢，我是强迫自己，一开始我是强迫自己去所有朋友家人的应酬啊。你说去所有大大小小的应酬，就是以前我是一个很宅啦，有人约我都不会去。然后第一方面可能是为了省钱，那后来呢，就是只要有人约我唱歌啊、打球，只要聚餐、露营、爬山，我全部去。因为我后来发现，因为我在演的过程中，我接不到球，因为我的反应跟一般人的反应不一样。我没有想过这个训练方法，所以你还在持续当中啊？我持续，我现在也是持续。那你要不要跟我去泡裸汤？你都会答应哦，这位同学。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你要马上回答他说，大众池 OK 啊，但是汤屋可能就比较不方便。我有些熟悉的个人汤屋啊，开玩笑啦。那有1博20吗？有一起来，你还会开玩笑啦。所以就是很多的局都对啊，反应很好其实跟你们合作，不管是你们或者是前面的学长们，都是一样，就是会觉得说，跟你们一起经历过那段回忆，当然会很希望你们。从 BL 去毕业之后，有很棒的发展，这样子，对，所以我们一起加油。对，没想到今天是一个点灯的形式。对啊，原本以为是怎么样？我原本想说要分享一些我拍戏遇到很酷的事情。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比如说，还有时间吗？可以啊。大家都觉得拍戏在镜头上面看起来好像很光鲜亮丽，我跟你讲，拍戏真的是超级累。我刚才你要怕骂脏话，超级累。因为你知道，像我去年9月，因为我跟另外一个女生，我们要扛一段戏，所以整季呢，就是我们2个人为主。那我们2个人呢，就是每一天通常都是早上4点到5点，甚至3点多我就起床了，然后就这样一路拍到晚上。我们有分 A、B 组嘛，那我们的 B 组是只有单机的。那你知道打戏这么多个动作，只有单机，就是可能只有15秒的戏，我们可能要拍3小时到5小时，不同的那个机位，所以同一拳右拳挥过去，可能要挥大概1小时半吧。那我印象中很深刻的是，有一天呢，我们要拍，因为剧本上面写雨戏，所以我们那天有出水车，洒水车，然后那天温度大概15到20度之间吧。那我们就从大概晚上6点开始拍，就开始一直淋雨，因为而且
因为在画面上看起来下雨的话，那雨滴其实不是你们想象中这种雨滴，它是很用力的砰砰砰砰，很大颗的，很大颗，一直在穿你的脸，然后你眼睛又要睁开，然后你要甩，然后又要踢，又不能滑倒。那真的那个过程是非常的辛苦跟累的。然后最痛苦的是什么？你知道吗？真的很冷，因为它的雨就是从整个晚上这样一直淋，一直淋，一直淋，而且是长时间的，长时间。然后你也知道晚上内湖没什么车，那个风真的。风之大了，你知道吗？我印象很深刻，我跟那个女主角还有2个武行老师，我们4个人哦。我第一次这么渴望抱一个女生，太冷吗？太冷了，取暖，真的太冷了。我印象中，我第一次这么渴望抱我身边的这个女生，你知道吗？下次如果你需要抱的话，你可以 Q 我，可以在旁边等你。好了，今天谢谢，我就叫你。然后我们等一下换一下那个汤屋哈，因为汉远还要赶回去再拍戏。我觉得下次有机会，我已经取消了，我要去汤屋。下次我们再约时间在一起，好好的聊一聊。好像不够哎。对啊，没关系，以后可以常来，可以分上下集吧？可以常常来，对，也可以帮我订一间汤屋，一起来，一起来。好，今天谢谢你们。那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娱乐扭蛋机，记得在 Podcast 上面帮我们评5颗星星。如果你在 YouTube 上面收看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喽。好，谢谢你们，谢谢，拜拜，拜拜，拜拜。